来，百烂 Toys 出品的这一款小比例的电影《擎天柱》，要说起来，这个厂家的名字起的呀，人才。先来看一下配件的内容吧，双枪、双刀、双钩这些武器是都带的，3对替换手型，1张替换面雕。以及玩具的本体了，这个替换手其实有一点问题啊，到时候咱们实物来看。整个一个很小巧的尺寸，但是拿起来其实还是有一定分量的。烟囱以及旁边的油箱这一块为合金的材质，轮子变形到位的话，6轮接地滚动还行。底盘这个地方看起来填补的也是满满当当，其实是一个很规矩的设计了，把这些东西都填在了底盘下方。车顶和拖挂位置的这个高度关系，也是因为变形结构限制，可能后期改动的幅度也会比较小了。就是现在发现的另外一些小问题，这一块前车窗的这个框子现在是一个蓝色的，其实对于电影里边并不是很还原啊。也是厂家反馈说，这一块的框子等大货推出的时候会这里改一下，变成红颜色。另外的一个地方，现在的窗户和前机盖下方这里的这个插扣并不是特别紧，所以密合起来还是会有一些缝隙啊，不太容易吊住。这个也是看大货出来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扣子修整一下。再有后轮这一块的调整问题，其实拨开后轮根部是个球形关节，这里是有一个方扣子的。变形到位的话，调整一下，把这个扣子一定要压到底，把它插紧了。这个时候6轮接地是调平的状态了。我其实一开始有担心的是这一块三角的区域，就脖领子的这一个90度折叠下来会不会磨到地？其实仔细看一下，如果变形到位的话，轮子的这个边缘水平来看刚刚好和底盘有一点点的距离啊，就刚刚好蹭不到，所以调整后轮的这块角度很重要。身上的涂装做的还不错吧，整个的一个火焰纹效果以及银色的勾边轮毂的涂装，主要是车顶盖的这一块。之前为啥说这个东西是被灰模官图耽误了一个厂子啊？在灰模的时候啊，这一块会显得特别的低，有一种压扁的效果。倒是吧，好像现在的这个版本已经比最初的灰模时候修改过一部分了，这块有所升高。但是因为后边的这一块有一些转轴的位置啊，视觉上边看起来好像拖挂的地方还是显得有一些厚，你稍微把这儿挡一下就好看了。毕竟是小玩具嘛，零件的这个尺寸厚度也要计算在内。但实物这一款上完色以后的效果感觉还可以啊，毕竟是一个特别小的尺寸嘛。那放在手心里边只有这么一点点。车头的这一块，因为涉及到变形需要，这里边我有很多的转轴缝隙。开缝的线看起来，这个前边的进气格栅有一些乱，但是避免不了嘛，这个毕竟是需要变形的。全车长度在11公分左右，这么点的一个小级别玩具，也算是能做到一个大开大合的变形设计。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如何变形吧。首先变形第一步，我们把前边这个进气格栅90度折开，这里边有4个卡位，连接在手臂的这一圈里边。然后把上边这2块小盖子打开，做一个180度的翻折，拧到外侧来。然后看后轮的这2个，顺着下方这里有一个插扣，把它掰松。顺着里边的这一块 L 型的球形关节，我们先把它转到这一侧来，腾开空间。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盖子，顺着里边把它扣起来。另外一侧同样卸开扣子，旋转，挪上去，然后把里边的这个带有涂装的小盖子扣起来。然后侧面的这一块合金油箱上方的零件，顺着后边带有红色零件的这个转轴拨一下，把它往外翻。打开上面这个固定的挺大的树桩子，哎，这个时候其实上下这里边已经松开了。我们把这一块从底盘来看，我们把前方这里的扣子给它拔开。后边这一块拖挂的盖板，这里有2个蓝色的小插扣，把这里打开，提上去。然后后边尾部顺着这里整个的延展开，里边有多段的关节，把它拉直。先翘起来，一会儿再锁。然后180度把这2条腿翻下来，
大开大合的设计。接着需要转动大腿根部的这块转轴，我们把这个转盘挪开，旋转180度，倒到这面来，然后再把这个转盘贴到腿上去。好，腿现在我们就整个露出来了。然后一个大的 Z 字折叠，中间这一块的合金零件，把这个角整个的放下去，贴，扣。蓝色的这一块带涂装的面贴到小腿内侧，后方这里的这一块折下来，里边的合金零件这里有一个扣子，把这儿卡住。外侧这里这一圈包过来，红色的这个卡子旋转过来，顺着里边卡住，等于进行了一大圈的包裹。这只脚的变形，下边的这一块转轴根部是有一个抽拉的，把它先拉下来，拖松，旋转180度翻上去，顶住。前方这一块脚尖的位置180度贴上来，这里边2个脚趾头中间的卡扣打开，脚丫子分开，脚后跟再旋转折上来。好，这一条腿我们就搞定了。其实说起来，这条腿的变形难度并不高啊，零件的利用率也可以。再来看一下，脚尖叠回来，这2个大脚趾左右掰开，然后这一侧装饰的盖子填过来，一个大的 Z 字折叠顶回去，后边这里插住，前边这里红色的零件锁下来。接着大胯这块大腿根旋转180度，把这个轮子归到位。现在2条腿我们就搞定了。当然，你这个时候可以90度把它立上来，所谓的 G 形态嘛。但是这款小比例跟我们理论当中的电影擎天柱变形还是不太一样的，它是需要大腿往下折90度，然后上半身往上抬90度，这样去变形。我们先把这一块稍微的让开，合金的烟囱这一块上下拆半，脱开这个扣子，往下旋转90度，解锁开这个边缘。然后窗户和手臂这一块连接的地方，引擎盖下边有2个扣子，给它脱开，红色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这一块往外掰。注意看这一块零件，蓝色的这里有一个凹槽，它是夹合这一块灰色的扣子的。前方这里又有一个多维度的咬合。先把这一边折一个90度，接着再把胳膊顺着里边脱开。银色的这一块插扣在脑袋的侧面，这里有一个凹槽，也是插进去的。把这里双段关节脱开之后，往后折叠，背到背包上。另外的一侧也是，先打开这个门，然后再往出脱里边的扣子。注意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啊。好，背上去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的90度把这蓝色抬起来。车窗这2块蓝色的盖子，我们把它稍微的撇开一点角度，脑袋顺着这里边抠出来，往后放。接着这2个窗户90度再往下折叠，立起来。肚子里边的这个板拉起来，侧面这里有2个假的车门。拉近点看，这里先往内折叠，然后180度把它拧出来，再往外折叠。腾出来这个角度啊，看这个转轴的方向，先拉起来，再旋转，再往外扩。前方这里还有一个零件，翻折一下。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啊，并不是穿轴，它是一个凸点的扣子。样板的时候挺容易把它松脱开的。把它定好，这一块结合的时候也是，先把中间的这里压进去，然后窗户往下折叠，把这里的边锁上，跟那个凹槽搭住。接着这条胳膊顺着这一块的银色的关节轴啊，背包的这一片不要动，捏着点。银色的整个180度翻过来，顺着这边的卡槽插进去。背包依旧固定在这个地方，
合金的这个烟囱已经藏到了身体的中间，然后把这块盖子立起来。这个烟囱合的时候要摆摆正，下方的这2个凹槽对应这2个银色的插扣，把它盖上。背后原先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咱们把它，折开一个角度。背后的这一块整个的装饰零件其实是一个假的造型，做了假的油箱、假的门板，它等于最后变成了拖挂的部位那个盖子嘛，用了一个里外面。但是这个假零件让后背显得很干净。这时候胳膊旋转到正确的角度上，肩膀放下来，手臂上的盖板180度翻折，把花纹的这一面露出来，拧一下，旋转到正确的角度上，然后手这个地方有个小转轴，往里捏一下，变成斜坡。那人形就是这样搞定了。整体来看的话，其实涂装效果、点缀的这些细节做的还是挺好看的。正面看起来样子非常的不错，可能唯一露怯的地方是脚踝这个地方中间显得有一些空，零件限制住了。毕竟这个地方是车头要整个密合过来的这一块。另外看肩胛的后方，这里边有一个螺丝孔。感觉像是忘了穿螺丝啊，其实并不是。它这一块的肩胛是需要卸下来，等到跟天火合体的时候穿着马甲用的。还有后边这一块空的地方，确实会很影响美观，但也是为了考虑到跟天火合体，这一块是作为背包到时候的一个卡扣，去固定天火背包的。但是现在这样的话会有一些影响美观。如果说后边能出一个什么加强包或者说增加的补件，变形完成以后给这儿填一下，人形的效果会更好看。其他方面来看，人形的效果，头雕的样子，这么点的一个尺寸，这脑袋刻画的还行吧，毕竟太小了，很精致。车窗的位置雨刮器有刻画，甲门上边的这块火焰纹，腰腹部的一些结构，裆部标志性的2个金色蛋蛋也有，还有腿上边的这些细节。这一块藏的还是挺巧妙的后背的这一块干干净净的效果也是不错。顺着脸颊把整个的面部摘下来，我们换上这个嘴板的面雕。毕竟尺寸太小了呀，大概只有7毫米左右的一个头雕，刻画的细节还算是丰富。所以7毫米的一个脑袋，应该是为了涉及到变形机构的一个隐藏收纳。而且人形现在看起来吧，身材比较魁梧，脑袋偏小了一些也是这样看起来人形会更高大，但是比例上面来说，对于还原度方面考量的话，还是差了一些。倒是厂家反馈，天火推出的时候里边会带一个正常比例的脑袋替换，还有现在的替换手里边并没有紧握拳头的造型，这个也是会和脑袋一样带在天火里的。人形高度到头顶大概12公分左右。来看可动部分，头部这里是一个开口的球形关节，上抬可以折到90度。来回的旋转也没有问题，因为变形的需要，根部这地方还是有一段增加的关节的，所以低头的话，它可以折到这个位置，缩起来。脖子根部的这个零件也是用了尼龙材质，增加韧性。肩膀关节360度旋转，肩胛独立打开，这一块胳膊平举90度没有问题。二头肌360度旋转，胳膊肘一段轴曲臂。大概135度左右，手腕是可以独立旋转和插拔替换手的，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现在样板是一个上了漆的手，这个插上去以后几乎拧不动很紧很紧，而且这是一个软胶手，所以操作起来特别的不方便。于是我听厂家说，在大货的时候准备把漆面取消掉，换成这个没有涂装的手。这回旋转起来压力就不大了，但是吧，全身都是这种很漂亮的漆面涂装，突然之间给你来一个原色的手，就感觉很突兀。其实要我说手还是这个有涂装的手更漂亮，把这一块的这个洞口尺寸再稍微的修一下，是吧？谁会不喜欢全涂装呢？腰部这里360度的旋转，也是更换了材质应该是换了一个赛钢的腰，为了增加强度。弯腰有一个独立的关节，这一块其实是可以脱开的，同时裆部的这一块还可以继续脱开，所以它的可动范围是非常大的。这个擎天柱可以叠坐起来，2段的弯腰，这一点不错。胯部前踢没有问题，
后踢不会干涉。2步侧抬，解锁开后边的这一段关节，大概能抬个60-70度。轮子稍微撇开，大腿根这里左右旋转是变形的需要。膝盖弯折90度多一些。而且这块小腿的设计，它把合金油箱的中间那一根放在了腿中间，作为一个骨架，起到了一个强的支撑效果。外边这些零件一层一层的包下来，层次感其实做的还可以啊。就是脚踝这个地方的结构关系，正面看起来会被这个脚背堵住啊，侧面这儿就露着一个空了。脚踝左右其实是有独立接地的，这里边有一个关节。所以开合的幅度很大，没有问题。前后活动变形需要，这里边也有一定的范围。还有一处我个人比较在意的地方啊，大版本09L 级擎天柱呢，是下边一个电镀进气格栅，你站在桌上边会磨蹭到吗？这款小比例呢，脚底下这个地方会出现很多的扣子，看到没？它脚底不是一个平面，所以是靠这些扣子站立在地上的，也是变形的需要嘛。这两个脚趾要这样折叠起来插在一起啊。这一块的结构对于密合的缝隙来说影响其实不算太大。我觉得要是把这些扣子取消掉的话，对于整体的变形结构并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反而是现在人形出现这种漂浮状态。但是不得不说，摆烂的这个印刷涂装的这些火焰纹是非常精致的，可以看到这么点的一个尺寸上边，火焰纹每一个尖的勾边都做得非常细，所以整体看起来啊，它尺寸是小，但是身上的涂装却是一丝不苟。拿上武器，我们来看一下人形最后的效果。其实摆在这里看的话，效果还挺不错的啊，很小、很可爱、很精致。整个的身上涂装、漆面效果，该有的细节纹理都涂得很清晰。背后来看，因为做了一个假的背包造型，所以整个的一个厚度也好了，包括它塑形出来的一个干净程度也好，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还之前我们在变形时候说的这个地方悬空的问题，脖子后边这个地方应该再加一个什么东西盖一下。当然还有脚踝内侧这里。但想象一下，如果它是为了以后跟天火马甲合体考虑到的话，这些地方啊，毕竟小比例的玩具板件的厚度是一个非常难计算的地方，你这个地方多一点，那个地方就要少一点，而且分毫之差，哪怕是1到半毫米的厚度啊，在整体的观感上面都会天差地别。所以这一款身上的几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能是为了最后天晴合体做取舍留下来的结果。可动性非常夸张，你甚至可以摆出来当年电影海报里边极其夸张的这个趴下来的双刀姿势。而且可以很轻松地做出这个骑在身上勾头绞杀。盒子里懒得拆了，用这补天式代替一下。哎，就你小子算计我领导模块是吧？来说一下这次把玩下来的一个整体评价吧。做工用料来说还不错啊，零件别看小，但是板件的厚度是有的，而且在一些关节的位置也更换了赛钢、尼龙、软胶这些材质，还有为了坚固度和配重关系更换的合金材质。涂装方面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但是在设计结构上面，人形正面看起来的效果不错。后背这里设计了假零件的里外面来刻画整个的一个背部效果，其实这个完成度还是可以的，但考虑到跟天火合体，脖子后边悬空的位置会有一些影响美观。299的指导价格放在如今第三方小比例市场里边算是一个正常的定价，但如果你有券的话，估计到时候会更便宜一些吧。其实如今第三方的小比例市场电影系的这一块东西还真的不多啊。现在呢，把天火合体做出来也算是一片蓝海的市场，小巧精致，便于携带，摆柜子不占空间，也是目前小比例的一个最大的优势。这款的变形设计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能在小比例的玩具上面展现出来大开大合的这个结构，而且利用到了一些假零件的切换来增加整个的一个美观度。要我说再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啊，就是窗户眉的这一块，可能也是因为尺寸过小的关系啊，无法做到那个小立领的状态。分件起来的话，厚度方面可能就无法保证材质的一个坚固性了。所以呢，这一款大家觉得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